挨饿专家终于打破了3天饿9顿的魔咒，挑战刚开始就吃上了鲜嫩多汁的牡蛎刺身，还有嘎嘣脆鸡肉味的炭烤寄居蟹，以及劲道 Q 弹的海螺肉，甚至还秘制了一道盐烤坚果。好端端的一档荒野求生节目，硬是被他过成了带薪度假。本期德爷来到了我国澳大利亚的西北海岸，这里有片被太阳炙烤的荒野，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。出发前，当地的土著长老在德爷的身上涂满赭石颜料，为他趋吉避邪，然后搭乘摄制组9块9包邮的核动力快艇，一脚花生大豆杂交油抵达目的地。落地后熟练脱去衣服，穿上马赛克，依旧老规矩，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当然头发也是不可能带的。在接下来的10天里，德爷要在这里为祸一方。而经常渴死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荒野求生最重要的是找到水源，没有缺德地图，也没有指南针。德爷来到一处制高点，简单观察一下四周，发现有条峡谷一直延伸到内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那里应该能找到淡水。事不宜迟，德爷立马朝着峡谷的方向进发。果不其然，刚走了没一会儿，他就找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坑，用不着过滤和煮沸，直接趴下蹲，狠狠混了个水饱。解决完当务之急的水源问题，接下来就该寻找合适的扎营地了。继续往前走，一个更大的水潭映入眼帘，德爷见状顿时小脸一黑，早知道刚才就不喝那些脏水了。来到河边给自己洗了把脸，他打算就在这里安营扎寨，不过一直光着身子让德爷很没有安全感。于是他在附近找了棵骆驼树，剥掉树叶锋利的边缘，又薅下一些藤蔓做绳子，给自己做了一条小草裙。目前距离天黑还有段时间，他打算去海边找些吃的填饱肚子。此时正处在海水的退潮期，之前还被海水淹没的礁石现在全都暴露在阳光下。德爷走近发现上面附着着许多牡蛎，这些牡蛎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几10倍。德爷一口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，可能是由于味道太过于鲜美，导致他忘记了时间，直到太阳接近地平线才想起自己还在荒野求生。现在他必须赶紧返回营地。然而德爷似乎低估了太阳公公下班的速度，刚行至半路，天色便彻底陷入黑暗。这下可完犊子了，要是一不小心踩到辣条的话，在座的各位都少不了随200吃席。好在最终借助相机微弱的灯光，有惊无险回到了营地。此时搭建庇护所显然已经来不及，只好天为被地为袭，将就一醒。转眼来到次日清晨，早上起床的德爷发现身边有个鸭脖，可能是昨晚不小心压死的。由于目前没有火堆的加持，无奈德爷只好先放他一马，转身来到海边寻宝。经验告诉他，对面的沙滩肯定有着不少宝藏，不过这宛如沼泽的烂泥地让德爷走得无比艰难。为了保护自己乌黑茂密的秀发，他在身上涂抹了一层淤泥当防晒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德爷直接开启拾荒模式，很快他就找到了2个塑料瓶以及一个完好无损的鱼漂。捡到这些东西，德爷如获至宝。眼看潮水和气温正在不断升高，不想被困于此的德爷只好先行返回营地。途中发现一个更大的水潭，这里远离海岸，不用担心咸水鳄，于是二话不说跳进去游了几圈。洗完澡的他感觉神清气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发现水潭旁长着不少白千层树，其树皮质地松软，类似海绵，特别适合用来当做床垫。他收集了一些带回营地，考虑到这里蛇虫鼠蚁很猖獗，他还特意用些干草做了增高。到了晚上躺在上面别提有多舒服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德爷一大早就被自己帅醒，来到水潭边打了满半瓶水。他打算把营地迁徙到这片视野开阔的高地，这样他就能随时吃上海鲜自助。从附近捡来一些没人要的石头，用它们垒起3面石墙，再用木头交叉搭起房屋的框架。不出2个半小时，一间朴实无华的荒野海景房就完工了。本以为今晚就能住上新家，没想到携带淡水的塑料瓶裂开了，无奈之下只好返回水潭边再住一晚。来到挑战的第4天，考虑到每天生吃牡蛎迟到会窜稀，因此今天德爷将生火提上了日程。从树枝上剥下一些树皮，将里面的纤维编制成麻绳。德爷抱着工钻正式开始生火。这里气候干燥，他很快就得到了想要的火星。接着按部就班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升起来一堆熊熊烈焰。随后用一根燃烧的木棍将鱼漂烫出一个洞，这样一来，携带水源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万事俱备，德爷背上行李就朝着新家进发。经过半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总算抵达了海景房。完事后再把火堆也一并转移过来。虽然过程有些艰苦，但回报却相当丰厚。走几步的功夫就能吃上海鲜自助。考虑到只吃牡蛎营养太过于单一，他还专门捡了一些海螺和寄居蟹，带回营地扔进火堆里炭烤。10分钟后，一道海鲜烧烤就新鲜出炉了。寄居蟹吃起来是嘎嘣脆海鲜味，螺肉嚼起来也是劲道 Q 弹软糯弹牙。吃饱喝足后，坐在海边欣赏日落。这一刻，之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了。来到挑战的第6天，目前求生4要素都已经解决，但要想过上皇室生活，德爷就必须找到更大的肉类。所以这天他打算做个鱼叉去捕猎，没有切割工具，他就将木棍放火堆里碳化后，放在地上打磨削尖。接着来到海边找个合适的捕鱼点，德爷化身闰土，一手持矛一手叉腰，试图抓点到浅水区觅食的鳐鱼。就这样站在太阳底下忙活了2个小时，鱼虽然没有抓到，但起码自己累到了。回营地歇息片刻后，德爷决定
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。这次他发现了一棵猴面包树，树上还生长着不少面包果，虽然吃起来和硬纸板差不多，不过好在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牛肉的几十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一个礁石缝里发现了海盐，刚好可以用来制作一道盐烤坚果。回到营地后，德爷将它们倒在贝壳上加热，烤熟后沾点海盐送进嘴里，吃起来是嘎嘣脆，口感是又香又酥，味道介于杏仁和爆米花之间，里面富含的蛋白质足够支撑他继续完成挑战。很快时间来到第9天，德爷在赶海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一根废弃鱼线，顺着鱼线摸过去，他还发现了一个金色鱼钩，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，正愁不知道怎么钓鱼呢。他从岸边捡了一些海螺当鱼饵，再给鱼线绑个石头当铅坠，便来到一块凸起的岩壁上，正式开始了实操。可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鱼儿太紧了，转眼3个小时过去，鱼线始终没有动静。更糟糕的是，头顶的太阳却越来越晒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，索性直接放弃，去洗个澡算球。等回到营地，太阳也已经日薄西山。亚里士多德坐在海边讲起了大道理，虽然目前自己看似没有过上皇室生活，但只要把生存的时间线拉长，过上皇室级别的生活只是迟早的事。隔天到了回家的日子，摄制组的飞机如约而至，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